2002年3月23日，在俄乌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一架法国空军的阵风战斗机从法国西南部的第120空军基地机场起飞，试射了一枚改进型中程战略空对地导弹，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争相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更是表示，俄乌冲突可能会演变成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核战争，俄罗斯应该停止使用核武器的言论，他们不会赢得核战争。为何一枚小小的空射导弹会引起这么大的新闻？因为该导弹是法国2位一体核打击的重要力量。今天火力军就为大家介绍该款导弹 ASMP 中程战略空对地导弹。说到战略核武器，大家最熟悉的说法是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同时拥有陆基、海基、空基3种核打击方式。而目前世界上全面具备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国家仅有美国与俄罗斯。放眼世界上其余主要核武器拥有国，目前核打击方式一共就2种，一种是采用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弹道导弹进行核打击方式，目前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均有装备，甚至英国仅保留了这种海基打击方式，而另一种则是采用陆上发射远程弹道导弹进行核打击方式。而法国这个国家则比较个性，法国原本是拥有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但上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法国调整了核战略，取消了陆基核武器的存在，仅保留海基和空基核力量，使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降为2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由弹道导弹核潜艇、轰炸机及战斗机组成。除了其装备的4艘凯旋级战略核潜艇作为主要核打击方式以外，法国的 ASMP 中程战略空对地导弹则是法国空基核打击的唯一载具。而说起 ASMP 中程战略空对地导弹的研发由来，不得不提及当年的苏联。法国的空基核力量有近60年的不间断运作历史，早在1964年，法国空军就成立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到1968年分布在法国全境9个空军的基地里。62架幻影4超音速战略轰炸机长期保持着9架，也就是每个基地1架，处于5分钟起飞待命的核警戒状态。这些幻影4战斗机的航程偏短，但有从美国购买的波音 KC-135 加油机，让其执行远程核突击任务。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冷战进入高潮，苏联的前沿防空和舰队防空能力得到加强。此时，法国依赖以压制苏联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和海上舰队的空基核武器的主要平台，仍是中低空突防的幻影战斗机和超军旗系列战斗轰炸机。另外，由于此时法国的空基核武器主要是 AN-22 核航弹，幻影和超军旗等载机必须临空飞行轰炸，这对于飞行员及核武器本身都带来了很大的危险性。为消除这种危险，法国于1974年开始进行实现防区外打击的战略巡航核导弹的可能性论证，中距空地导弹的概念浮出水面。1978年，法国军方确定法国航空航天公司为主承包商，并授予其5亿法郎的研制合同，正式开始研制 ASMP 导弹。该弹的核弹头则由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开发。1986年6月 ，ASMP 中程战略空对地导弹正式服役。该导弹弹重860公斤，采用惯性加程序制导，装有一台整体式液体冲压喷气发动机，速度3马赫，最大射程250公里，配以热核战斗部，搭载一枚30万吨当量的 TN-81核弹头。最初，该导弹仅能使用幻影2000进行投射。后来，经过改装的超军旗攻击机也可以进行投射。截止至1996年 ，ASMP 导弹停产，法国空军共采购150枚 ASMP。1997年，由于 ASMP 导弹已经服役10余年，法国军方开启了论证工作，提出了研制 ASMP 导弹改进型 ASMPA 的计划。2000年4月 ，ASMPA 全面进入研制阶段。2000年12月，现隶属于欧洲导弹集团的法国宇航马特拉导弹公司获得导弹研制合同。同时，法国国防部规定 ，ASMPA 配备的中等当量的新型热核弹头依旧由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研制。2001年1月，法国国防部装备总局订购首批 ASMPA 导弹。从2004年起，法国先后进行了9次 ASMPA 导弹的系列飞行试验。2009年3月26日，ASMPA 按期完成了第3次技术性作战鉴定。
此次空中发射试验模拟的是第一次实战性核打击任务，也是 ASMPA 导弹鉴定程序的最后一步。此后 ASMPA 导弹全面进入批量生产阶段。ASMPA 导弹利用 ASMP 导弹的基本机体，导弹长 5.38 米，弹径 0.38 米，翼展 0.96 米，弹重860千克。ASMPA 导弹采用无翼布局，弹头不呈锥形，弹体为圆柱形，在距离弹头1/3处的弹体两侧各有一个矩形进气口，弹体与进气道融为一体，尾部为十字形全动弹翼，最后部还有4片三角形控制舵面。虽然仍然采用液体燃料冲压发动机，但是整体推力要明显高于 ASMP 导弹，其射程相比 ASMP 提高了将近1倍，最大射程达到了500公里，高空巡航的速度达于3马赫，低空则大于2马赫。这种冲压火箭发动机是可控的，并有很大的飞行包络，有多种弹道可供选择，以改善突防能力。此外 ，ASMPA 还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制导模式，在 ASMP 导弹原有的制导模式的基础上，加装了地形匹配系统，使得其精度更加精准。并且 ASMPA 导弹也不再是仅能搭载核弹头，为了应对未来的形势 ，ASMPA 成为了一种核长兼备的空地导弹。不但可以搭载新型的 TNA 弹头，还可以搭载常规弹头进行战术打击任务。最初 ASMPA 导弹由幻影 2000N 战斗机挂载，随后升级的阵风 F3 战斗机也可以挂载这种巡航导弹。在2018年幻影 2000N 退役后，阵风 F3 战斗机成为法国空军唯一能够携带这种导弹的发射平台。此时法国的陆基弹道导弹的核武器已经拆除了10余年，因此 ASMPA 导弹作为唯一的空射核武器被法国更为倚重。ASMPA 导弹承担着警告一枪任务，属于战略前威慑武器，也就是使用战略核潜艇上搭载的 M1 终极大杀器之前的警告性打击手段，其威慑目标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俄罗斯，但巴黎距莫斯科有2400公里，阵风战斗机需要携带 ASMPA 导弹在别国领空上，尽可能接近俄国边界才能发射，而且要躲过射程高达400公里的 S-400 远程地空导弹的追杀。因此，法国近几年让阿里亚纳航天集团研发接替 ASMPA 导弹的 ASN-4G 新型空对地核导弹。该导弹是一种超高音速巡航导弹，速度能达到惊人的7至8马赫，射程有望突破1000公里。该导弹的体型和重量较大，可能无法通过现有的战斗机携带和发射，搭载平台可能是 A400M 军用运输机，但由于性能太超前，导致其超燃冲压发动机制造困难。ASN-4G 导弹仍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法国这款 ASN-4G 导弹多久能研制成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